昨天赖清德吃日本料理，哦，你看有尼基利啊，还有美寿西路啊，还有蒸蛋啊，看大概就知道哈。那林佳龙今天跟进啊，吃日本干贝，上面有很多的鲑鱼蛋，这老板特别帮他加了很多鲑鱼蛋，一般我们吃不会有这么多鲑鱼卵的哈。说味道同仁啊，挺日本啊。那大陆外交部说你们是作秀哦，我们这制裁他们，你是不是搞什么东西啊？啊，那陆委会呢说这个因为被大陆批叫做奴颜卑西啊，那陆委会说台湾跟日本关系不是殖民遗绪，说因为我们做过日本殖民地啊，所以跟他这个感情特别好啊。那另外呢，邱意莹因为要选高雄市长，高市挺高市啊。说呢，国航应该推日本旅游1000元折价券，好像已经有了，已经有航空公司什么7折啊等等哈。那的确啊，高市刚上台那几天，我每次看到报纸高市什么，我以为是高雄市，像高市挺高市啊，报纸标题嘛，高市讲高什么，像高雄市又干嘛了？陈其迈又干嘛了？那另外呢，新加坡总理黄俊才说，日本应该扮演区域稳定的角色哦，你中日争端升温，区域就不稳定嘛。所以你日本应该扮演区域稳定的角色哦，中国当然应该扮演，但日本也应该扮演。我们看一下，满满的日文字是总统赖清德在社群上的图片却出现在东极田园都市线东京电车荧幕上，以台湾总统用寿司午餐支持日本为标题，没想到这午餐照红到日本去。总统有没有吃日本海鲜？挺日本。总统对着镜头开心挥手，但在转身不小心被稻草绊到。总统用行动挺日本水产，大啖日本的水果香又甜，号召高雄市要挺高市早苗，并喊话国际航空飞日本机票1000元折价券。面对各方极尽所能要拼外交，身为部长的林佳龙用吃相挺，爆点一盘日本干贝刺身挺日本，还有正在布鲁塞尔的次长吴志忠与驻欧盟兼比利时代表谢志伟找了一间日本料理挺日本水产，还说要挺得及时，不要让盟友痴的等，但这些举动让大陆跳脚了。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赖清德当局怎么表演作秀，都改变不了这一铁的事实。尽管两岸政治角力，台湾人大方展现友日态度。其实我觉得中日之间的关系紧张升温其实在日本内部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意思说像自民党里面，比方说一些像岸田文雄或石破茂有不同意见，对他属于温和派的派系，他其实是不太赞成他们是过度去这个选边站去选边站那反过来看，这是高市他的一个这个讲话，说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他其实只让日本长年以来本来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战略变成一个比较清晰的战略。那它变成清晰的战略是好是坏，我觉得目前来讲大概还不太有办法来做个评估因为你一旦做了这个很清晰的战略之后，日本内部就刚刚我所讲的，你很多的不同的派系可能有些不同的一些想法，就会造成一些矛盾那台湾这个时候，我不是先讲了，我自己很喜欢吃日本料理像这些尼苏西我都很爱可是在现在这个状态之下，那总统马上就用这个海鲜外交来表态去支持这个日本那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在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太快了一点因为国际的局势越混乱，我个人认为台湾我们就越不要建立信息，因为其实中日关系的这个升温，对台湾来讲，对整体区域的这个战略形势来讲，都不会是一件好事东南亚的震荡，台湾附近中日的这些震荡，都对台湾讲都不会是一件好事那反观新加坡啦，我觉得像他们的总理的这样一个说法，他其实是不急也没有非常的照进去做一个，也不偏，也不需要很快的去卷入这样的一个对谈或者是一个政治的漩涡。我觉得反而是一种这个聪明的做法，相对于我们的所谓的海鲜外交，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态度了那其实我觉得刚刚这个飞拉哥也有讲过了其实在我们台湾这边，其实说真的，我们经不起任何的战争所以任何比较严峻或者是升高对立的情势，我们觉得我们都不乐意见到。那台湾其实可以用它一个独特的一些角色来扮演一个三方的一种，等于说我们是在各方面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而不是要选边，一定要站在美国，一定要站在日本，或一定要偏中。其实我觉得都不需要。如何让台湾能够在一个不败的立场之下，继续追求和平、长远的发展跟民生经济的进步，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在大陆体育界之间有流传一句话，叫做“实力不详，但遇日则强”。什么意思？就是形容运动员中国大陆的运动员不管实力如何只要比赛对上日本跟打鸡血一样非常亢奋常常会有很多超常的发挥这个原因归根究底就是日本
一些包括一些历史的背景啊，在很多大陆民众心中还是有所谓的民族仇恨在，这是大陆民众的想法。但是这次高市早苗他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中啊，其中主要是因为说到了他讲说，如果台湾未来有紧急状况发生的话，日本可以使用集团自卫权，这是最大的问题。这个等于是日本赤裸裸的在告诉中国大陆，如果未来台海有问题，日本可能会实质的插手两岸的问题。老实讲，在民族情怀以及日本可能会干预台海问题的情况之下，中国大陆对于高市对于日本的这种强烈的反应，实际上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预期的。你说像现在中方延后举办了中日韩三方会谈，不进口日本的水产，不建议大陆民众去日本玩，甚至呢连熊猫可能都不会给日本了啊，代表这些做法在未来只要高市没有采取一个比较缓和或者是收回言论的态度，我认为短时间恐怕还是会通通恢复，还是会恢复，但短时间我相信恢复多长？对，中日短时间状况不会好了。所以我讲重点其实是什么啊？就是说，大家有看到这次高市的言论完之后哦，除了美国驻日大使声援日本之外，西方各国的首领，就算连川普，实际上都不太有任何的。昨天国务院讲话了，讲话是国务院，就是国务院讲话。我跟你讲，老沈呢？你看赖清德吃日本料，你很羡慕来讲话。我很肯定啊，我很肯定。我跟你讲啊，你也想吃就是。首先呢，我要对费老还有你昨天刚才的讲法，表示一些不同的看法。你说，因为我觉得费老说，我担心这块会就不安啦，有战争，还有你担心日本的军国主义会抬头，都不会。你想老共多聪明啊，老共就是等你这个高市小姐，你的急躁跟你的多嘴，给我一个多好的机会，被我逮到了。那我就是要铺陈未来一个 scenario， 一个场景，就是说，当台海我已经把它相当程度的内海化，而且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事啊，我决定要出手了，你日本不管如何不能进来，所以呢，这里尽管有战争，也没有你的份，台海有事也没有日本的份，所以他现在铺陈这个东西，因为机会被他逮到了嘛。按他逮到了，就在 enjoy， 你知道，他现在正在嘴巴里头正在嚼高市这块肉，肥嫩多汁啊，你知道，剥啊剥，美味しい，肥嫩多汁。但是呢，你再怎么嚼，最后会枯燥无味。所以呢，他现在就是熊猫啊、航运啊、观光啊、这个海产啊，通通来了，在等你 enjoy 哦，赞，上个你给我俩掉。但是呢，这个到一个高峰以后，它就结束了，因为这下去对他就不利了。就你们两个讲的会发生，他不容许这个发生的。多久？这个我想就是算月啦，大概1个月、2个月。因为这个如果引起日本的军国一再起，或者是等起小冲突、小打仗，那这个就跟他心目中的盘算完全背道而行。他没有那么傻的。好，回到你有兴趣的这个尼基利寿司，这个叫握寿司啊。我看了一下，跟我中午吃的差不多，有的时候我比他节省。我看那个是握寿司，差不多5罐，有一个茶碗蒸，椒盐木西，盖还没掀起来，因为除非你要吃，盖掀起来就冷了，所以盖子还盖着。然后有米寿西路，对不对？就是这样3样，我的估价300块，那这个300块现在日本得到非常好的回响，电车里头都有广告啊，到处都在讲。你看台湾多有意思啊，多温暖啊！你看连总统都吃我们的海鲜当午餐，这个叫最廉价、最有效的实质外交，对不对？对，肯定一下。是代表民进党，谢谢你肯定我们赖总统。我还没讲完。但是这样的动作在台湾啊，当然是两极化的反应啦。有人说力起来比更小这么人不要做那么卑贱。还有你要反应可以，但是你要适可而止，不要做到这样赤裸裸，因为这样对高市不见得好。因为高市说我在了，我知道但是你不要做，因为这样让我更难堪嘛。你表示一下我在这个赖上 ，OK good 一个慢慢来。你这样害我，你知道你这样害我，还有
对老共来讲，老共更恨了。那我们的人，我们这边绿的人会说啊，你恨有什么关系？你反正这么恨我们的，恨的上面再加多一点小恨，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成功的、廉价的、有效的外交。但是呢，我要做一个结论，这是虚的，这个虚的，这个对台湾的未来，不管是短程、远程，这个长期都没有任何好处。反正赖清德吃日本料理，日本人很高兴。大陆很生气，就是这样子嘛，两边嘛，那就看你要谁生气，谁不生气，还是你本来讲说我都不介入，你们去搞，跟我没有，不要把我用我做借口，用我做理由来把我卷入。这个就要像我这样，你看我这客观的评论，不用高兴，也不用生气。然后呢，一方面呢，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日本人当然很高兴了，觉得他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嘛，那现在台湾总统吃日本的料理，表示支持日本。但是中国一定生气嘛，就看你到底要谁高兴谁生气啊，这是一个。第二个，老沈，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在蠢蠢欲动，没有关系，不什么也没有关系，它会在熄火。那么它不会熄火，它只会越来越强，它绝对不会熄火，你放心好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说中共呢，中国租用民航船呐，组织影子海军。我们有影子海军，我们的海巡署就叫影子海军，平常是海巡，到时候战争就变成第二海军。那他现在影子海军是用民船演练怎么样把台湾拿下来，路透社规模恐怕超过诺曼底登陆就看你用多少船嘛那另外呢，这个说有6艘滚装渡轮。6艘甲板货船登陆演习，这6艘的时候还没有诺曼底多了专家说呢，有具体的侵台计划专家说已经有了那另外呢，这个说要让台湾无力招架用船，而且用民船，而不用军舰那用民船，那明明有军舰，为什么用民船呢？第一个，民船可能输的比较多了；第二个，民船可能出其不意，他在那边捕鱼突然转眼之间就变成来到台湾来了那你无从这个警戒了那另外呢，我们本来要成立一个叫滨海作战指挥部，本来要明年1月设立，现在延到7月，延半年。为什么呢？说因为人员装备训练缺一不可，通通要准备好才可以成立这个指挥部而且呢，这个用陆用型的监测无人机，看这个无人机路上的监测的无人机第一次曝光了那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另外呢，我们今天中科院东部海域试射飞弹飞到10万英尺高，就3万公尺了所以已经靠近这个太空了那说呢，从这个月底4天要射这个飞弹说呢，认为这是不是叫做台版的萨德飞弹的试射那另外呢，美国参议院提了6项的保证法，第一个不同意对台湾这个军备设这个一定的额度，第二个不同意卖我们武器还要中共同意第三个不同意这个美国在大陆跟台湾之间担任协调人，不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不改变台湾主权的立场，另外不会对台湾施压，要求台湾跟大陆举行谈判。志豪怎么看？首先我刚听到的10万英尺，我是有点吓到了，我不知道这个资讯是什么，因为飞机飞多过去我的飞行，我在飞机很轻的状况之下，我大概最多飞到个以747来讲，大概4万1、4万3英尺就已经很高了。所以它如果这颗飞弹要打到10万英尺，我不知道它的概念是要成为一个洲际的弹道飞弹吗？但我的认知是，好像台湾看起来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科技啊。那讲到这个渔船，其实这种战略并不是最近才见到，其实在很久前883炮战，在金门海战的时候，其实大陆那边都有利用这样的一个战略那现在只不过它的一些船舰或者一些设备，的确是比过去要来的先进许多那也的确在这样的状态之下，这种小规模但是大范围的陆基的登陆作战，会对台湾的一个国防影响，的确会有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防御的方式，因为你这样想它如果是像诺曼底登陆这种大范围，同时集中非常多的火力或战力，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海滩实行登陆的话，
相对来讲，台湾防守会比较容易。可是如果是用刚刚所提到的方法，单点的很多点，它可能一个点2到3、6到8等等单点的去登陆的话，会对整个台湾的守备会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算是可以突破的一个方向一个做法哈。所以我觉得不过我是这样想哈。即便大陆这样做，大陆这样做，我觉得最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自给自足的来达成所谓的一个防空的一个国防的一个能力？刚刚前面第一段谈到这个乌克兰，它就是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被控制在美国，不管它的外援、它的军备、它的等等等都被美国控制的死死的。所以只要美国的方向、它的观念一变，它的利益一变，我们小国就没有这种什么好考虑，他也不会考虑你的利益，他也不会跟你真的。把你站到，他不会想要跟你帮助你站到一兵一卒，胜到最后不会。他只要他的利益达成之后，他可能或许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或者他马上改变他的利益，逼你去做一些承诺或协定了。所以我觉得台湾要看清这个事实，不管大陆他的作战方式，中国他的作战方式怎么来改变，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像刚刚讲的滨海作战司令部，我个人认为是。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战略构想是什么哈，那你只不过是把你很多原先的这个防守的部队或这个高师低师的这些指挥系统把它拉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哈。那到底这样的方式有没有助于台湾真正坚实的防守？我觉得大家考虑。但结论就是说，台湾自己要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而不是想要靠着别人。不管大陆、中国那边是用什么方式来对我们做一些有威胁。我稍微补充一下。这是中科院试射飞弹，它的高度标记从无限高改为10万英尺。我个人觉得2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是我们中科院终于变得务实一点了，因为飞弹的射入的高度跟射程是有限的，没有什么叫无限的。所以你之前讲到无限，说实话，对很多的专业而言，觉得会有点吹牛的成分。但是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大家知道10万英尺换算成公里大概是多少公里吗？30公里左右。现在对岸大陆的无人侦察机啊。能够飞的最高的高度是无侦8型，它的飞行高度就是在30公里左右，而它不管像是无侦7型、无侦9型、无侦10型，大概都是在15到25公里的范围。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这是台湾设定的这个所谓的标度，它的到底到30公里的这个射程范围，我认为可能是有意思跟对岸讲啦，就是跟你们讲，你们的。无人飞机不要飞来台湾呐！我们台湾政府是有能力用飞弹把你打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特别的把从无限高改成10万英尺，我觉得应该是跟对岸呼应一下。我们可能知道你们对岸的无人飞机的目前进程科技到什么程度，我们台湾有隐隐的做法。但是我也必须要说，当你讲出这些话完之后，那对岸真的就不会用所谓的无人侦察机来台湾侦察，或者是来看台湾很多的一些军事机密吗？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的，所以。台湾现在我真的拜托赖政府的是，第一个强力的发展我们台湾的武器啊，不管是无人机设备还是国防设备，我觉得都很好，都很正常。但是在同时，我也拜托一下，两岸的交流也多去做吧。两岸的关系绝对不会只建立在我们的武力有多强，我们能够做出多大的防范，而是双方的善意能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赖清德总统最近可以去吃日本的这个握寿司，对，表达台日友好。我也强烈建议赖政府接下来也可以去吃北京烤鸭。好不好？来增进两岸友善的关系，因为我相信能够让两岸的关系越来越缓和，绝对不是建立在双方的军事竞争，而是建立在两岸的友善沟通，才是人民的期待，才是真的有办法化解目前两岸越来越紧张的关系。吴征，刚刚是博弈在说无侦8型，一直讲，我奇怪，好像什么一直有人在叫到我的名字的感觉。要公开肯定我那一段吗？我刚刚有肯定你，你要肯定几次？你要公开讲啊！哦，这样好，你刚刚肯定这个我们赖总统讲的真好。好，讲回来，不是，就是说这个《孙子兵法》有讲过了，就是说这个战争多算胜，少算不胜嘛，所以。很多时候，国际之间战略的比较，其实看你有多少实力。那这一次路透社这个报道是比较特别，是说它全程，自从这个中国民船从港口出发到集结的过程中，它都有包含从船的讯号去掌握，包含有卫星的这个图片直接拍到，所以总共6+6 12艘嘛，那12艘分别从这个烟台、大连。浙江的这个台州等等等等，还有厦门，最后集合到汕尾这个地方，所以它这是一个模式啊，就是说中国未来如果需要，它可以从整个一些沿海城市全部都把这个民船征调过来，然后到一个地方集结，然后包含把装甲车开上去，人员载上去等等等等。那这个东西以前其实也有，以前中国叫做万船齐发嘛，那我们这边这个设想叫做滩岸集火嘛，就是你船通通都开来，没在怕的，我就这个坦克车全部拉到海滩上。
来给我打一个，打，这个是以前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战略又有改变？是因为说包含科技的进步，包含中国现在远程火力、火箭军投射能力的增强，变成说我们如果要在滩岸这边去集结多管火箭，去集结装甲车，很容易被对方先打掉。那包含说中国这些运载能力也变强嘛，就算是一般的民船，我经过很简单的加工，我也可以上坦克上去，我也可以上重装甲上去，所以变成说这一个威胁又增强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说，某种程度中国也可以跟你打一个消耗战嘛。你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国如果要打台湾，第一时间飞弹先打一遍嘛，啊，那我们台湾会把这些反舰飞弹什么拉到外面啊，这车载的移开来保存我们实力。好，接下来第二波，他搞万船齐发，我就几百三艘船，里面有些有载人，里面有些没载人，来啊，让你打啊。你这个熊二一枚熊二2500万，一枚熊31亿，我看你几枚可以打。你讲太多了吧？啊，讲太多了吗？政府发言人可以讲得这么细吗？我这意思这种事不会发生的。对，你讲这么细，你要负责。不是，我是说这是战略的推演哈，这战略的。不是讲我们讲他嘛，讲对方了。所以好，不是就是说，所以其实当然中国他们现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在强化未来可能跟台海之间他们不对称作战的一个能力嘛。所以为什么台湾现在我们也很强调说，政府今年大概下半年要送这个不对称作战特别预算包含去找美国这些厂商来 Anduril、Shield AI， 也是为了要避免我们在军力的天平上失衡嘛。所以我稍微回应一下，就是刚刚前面我们讨论到日本这一趴了，就是当然我是觉得总统这个动作其实做的我觉得蛮漂亮的，因为其实这个可能大家刚刚有人觉得说，总统这样会不会不够稳重、不够克制？可是其实你看那个总统贴文，他其实也没有讲什么。他就说今天午餐吃这个 nigiri 啊的北海道的干贝啊，这个鹿儿岛的虱鱼这样子。那我有骂中国吗？也没有啊。中国我有说中国不好吗？也没有啊。但是让日本的很多人觉得说，心暖，觉得说台湾跟我们是友谊的一方。你看，你要是在平常没有事的时候，赵在宪突然中午 po 一个说我吃寿司，日本谁管他？也不会上日本很多新闻嘛。但这样一个小小动作，其实也没有伤害到别人，那可以让日本很多人觉得说，台湾跟我们是好朋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加分的。不过我就是要说，其实这些事情啊，最终只是一时的情绪。就算中国跟日本现在有在角力、互相呛架，这都像是海面上的浪花了。最终中国在持续强化他们军备，那我们也需要做相应的努力，这才是水面下的暗流影响更大的部分。老沈做过海军的怎么看？老公这民船那个路透社那个消息啊，我本来觉得很幼稚，就假的嘛。怎么6艘民间的船，6艘货船就演成这么有一东西？而且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滨海司令部啊？所有的海军，所有的这个跟滨海作战的，通通要废了，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的伟大的执政党的发言人给我开始，我觉得他讲的有一点道理。他说虽然是6艘，但是这是一个好像我们做人体试验，大规模的。大概已经差不多了，那偶尔呢要抽样，做一种 in vitro， 就是说试样的小规模的演练一下，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每一艘乘1000嘛，所以从烟台出发，从大连出发，从宁波出发，叫万船齐发，但是偶尔呢各抽一艘，演一演，练一练，这个不无道理了哈。我今天中午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打电话问过2个海军中将，不是我哥哥哈，你哥是海军上将，我哥是我就问了2个刚退伍没有多久的，我说这种事情可不可能发生？我把诺曼底是80年前的战术拿到现在，他说不可能，老共现在要打就是要快，就是要快，因为时间一拖长久，对老共不利，因为美国就可以整补就过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吴真讲了，老共认为要打一定是快速的飞弹，整个把你耳朵、把你眼睛、把你瘫痪掉了，那就是要快。老共先不要讲说真的要不要登陆不会用这种方法。老共现在登陆线都4万吨级以上的，有好多艘哦，那个整个的武力、那火力那是够的。他只要把你几个港口。你的3街4街的那个天然气给你封住，你台湾就动弹不得，他不会用80年前的战术用到现在的战争。这是我听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问了海军，他们管作战，他讲说，
这路透社不知道是自己在瞎猜呢，还是配合什么人放这个新闻？所以是老共笨呢，还是这个是假消息？你回答。我不晓得，但是后面比较可能。昨天少康上线的访问刘湘斌将军，以前陆军副司令啊，他说他们的研判也不会真的登陆打你了，封锁你就够了啦。对，没错，不会打。而且他这个封锁啊，我本来以为封锁就封锁的，不是大家没水没电，不是。他们美国有研究，封锁的初期就会死掉1/10的人，为什么？医院呢、医院没电了，手术不能做了，通通没有了。然后呢，台北这么多都市，不止台北，台中、台南、高雄那么多楼啊，电梯嘛也没有了。你这20楼、10几楼，你怎么爬？你的老人家他每天爬，这个初期的只要你没电的话，在初期就会死掉10%的人，可能比打仗，因为打仗的时候还比较精准。飞弹你看俄罗斯一个飞弹打下去死25个人，变成一个世界新闻。哇，那个建筑死掉25，它可以精准打，或是打军事基地。我请问一下啊，我们的节目是不是也没了？那我通告费也没了，那我就饿死了，我就是拿1/10，是这样吗？那个时候不要说你了，那个时候整个我看你什么运作都不要运作了，什么还出席费，就要再回来。